Hello， 大家，相信大家呢最近都被 DeepSeek R1 洗版了，前一阵真的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因为呢，据说它已经跟 ChatGPT 他们的 O1 模型几乎是一样的能力，甚至是超越哦。那相信你一定也会非常好奇，到底他们有没有那么神呢？那最近呢 ，ChatGPT 也真的是被 R1 给击到了，所以一直疯狂的推出新功能，像是 O3 Mini 啊、O3 Mini High，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Deep Research 的功能。那 Deep Research 呢，这个深度研究，大家测下来，应该是目前做深度研究最强的一个功能哦，就是你要做报告啊、调查资料之类的，你要用它真的是非常好用。我们等一下都会一一提到。那因为最近呢，真的太多 AI 的新功能，然后加上今天 Gemini 又推出了他们的新的模型，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再来做一次 AI 大对决。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测试呢？我们会主要针对 reasoning 的功能哦。那 reasoning 呢，其实主要是用来解决数学或者写程式的问题。那要怎么测试呢？其实我为了这件事情苦恼了非常久，因为像是如果你要他写程式的话，像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写程式专门的人，所以他可能出来的脚本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品质好不好。而且另外对观众来说，可能有一些人他看我的影片，他对程式可能也不是那么了解，所以要怎么让大家，包含我自己，很直观的看得出来这个 AI 写出来的东西到底好不好，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但是最近呢，我在网络上面发现大家会做一个测试，就是叫 AI 写一个脚本，让它模拟物理运作的原则，然后做一个动画出来。我觉得这样子就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出来它到底写的好不好。就像大家现在看到这两个动画是两个不同的 AI 写出来的这个模拟物理原则的动画，那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嘛。所以这种方法我觉得还蛮直观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做两个这种测试，就是请 AI 写程式，然后来模拟物理原则。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好好的介绍我们的参赛选手。首先第一位呢，当然是 ChatGPT 咯。那 ChatGPT 最近这个推出了新的 O3 模型嘛，但是呢，我们也最好测一下 O1 模型，才知道说哦，旧的模型跟新的模型差距到底有多少。所以 O1 跟 O3 Mini High 呢，我都会分别测试。所以这样子已经2位选手了，然后再来第3个选手呢，我会使用 Claude。那 Claude 模型呢，我们用的是 3.5 Sonnet， 就是这个模型。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模型。那再来呢，就是今天推出新模型的 Gemini， 我们使用的会是 2.0 Flash Thinking Experimental， 就是这个。这个呢，它也是专门来写 reasoning 的问题的一个 AI。好，那最后呢，当然是我们的重头戏 DeepSeek R1 咯。我在用 DeepSeek R1 的时候，因为我前面已经有做过测试了，我发现它的网页版并不是那么稳定，所以呢，其实我已经把它装到我的 Mac 上面了，而且非常简单。其实要装真的很简单，相信我。好，那介绍完选手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有哪2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有三角形，然后有一颗圆球在里面动的那个动画呢，我们要来模拟那个动画。那个动画的原理就是它有一个旋转的三角形，然后有一颗球会在里面碰撞这个三角形的边界，但是它不会滚出去。同时呢，它是地球的重力，然后这个球本身也有重量，所以它会在里面碰撞。然后看哪一个模型最能够模拟出这种在地球运动的这种状态。然后再来第2题呢，我们来看一下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这个实际模拟的情况。这个是我们的第2题，就是它是英文字母掉下来，然后它掉下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重力反弹啊，或者是它有不同的这个运动的规则，那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得出来到底哪一个模型最能够模拟真实世界的运作情况。那测试的方式呢，就是我会把这一串这个问题直接把它丢到 AI 里面去让它运作，然后下面呢，这个是我的中文，我不会把中文丢进去，就是我会只给他们英文这样子，那中文只是方便各位观众去理解说我现在给了他的是什么题目。那下面第2题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会给他们这一串英文的指令，然后请他们写出一串程式这样子，然后下面这边呢就是它的翻译这样子，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好，那现在呢就来我们的第1关咯。第1关就是我就直接把它复制起来，然后把它丢到 ChatGPT 里面。好，那看了一个新的视窗之后呢，我们就来这边选模型。那我们要选的就是这个最新的 O3 Mini High。那另外一个新的功能，这个 Deep Research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现在我们就立刻开始来进行我们的测试。那 Reasoning 呢，它其实就是会把它思考的过程全部都写出来，就是它的路径是怎样的，它会一步一步写出来。好，那它现在开始写程式，它其实写程式写得非常的快哦，它全部写完了。好，那全部写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丢到终端机里面去运作一遍。那再来第2个选手呢，就是我们的 O1。一样呢，这个 O1 也是很快就写出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 Claude 的部分，那 Claude 它 reasoning 就不会写出它思考的路径，它就是会直接写程式这样子，就不是说很清楚的明了知道它是怎么想的。再来是我们的 Gemini， 那我们要使用的是今天推出的这个新模型，直接就来用看看。而且它里面呢其实就是 reasoning。
它一样是会把步骤写出来，然后写程式这样。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DeepSeek 的部分，我刚才不是说我会用终端机来执行嘛，因为我已经装到我的电脑里面了。那它的界面呢，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终端机的一个视窗，然后你可以直接把你要问的问题直接丢进去。那它运作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然后它会把它的 reasoning 的过程全部都写在这里面。所以大家看那个 DeepSeek 开始跑了，它就是用我的本地端的这个硬体来跑的，所以它不会有连线或者是泄露个资的问题吧。好，那现在他就是在写他思考的路径，等一下他才会开始写程式。好，他现在在开始写程式了。好，那现在呢，全部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果吧。开了一个干净的视窗，我们来直接测试看看。好，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执行的就是用 ChatGPT O1 写出来的，就是在三角形里面的球体运作会是怎样的动画呢？哦，看起来还不错哦。就是它的规则都有听懂，然后它的球体运动也是算是非常的合理。就是蛮符合现实世界的一个物理运动的状态，效果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好，这个才第一个，就是 O1 模型。那我们来看一下 O3 模型写出来的，这样才有一个比较的感觉。好，接下来这个呢是 O3 模型，O3 模型写出来的。我觉得它写出来的又更像物理世界会出现的那种球体的感觉，就是像这样子相比之下，你会觉得左边有点不自然，但是其实你单看左边的话，也会觉得它还蛮自然的，所以两个效果其实都还蛮好的。但是我会觉得 O3 写出来的这个又更好，所以这两个呢，其实都有符合我们的规则。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Claude 的，大家仔细看好咯，这是 Claude 写出来的，转得很快，然后球掉出去了。球为什么会掉出去呢？他就这样，他就没球了耶，好好笑哦！这真的是救不了，这真的是救不了。他就是直接没有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球就彻底不见了，其他的球都还在转哦，然后就他一个人没球。好，再来看一下第4位选手，也就是 Gemini。OK，Gemini 它的三角形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形状，然后他的球好像也有一点不自然，对不对？不是像 O3 那个这么顺。O3的球也不见了，O3的球也不见了，他上一秒还在耶，为什么会不见啊？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会不见，他就跟 Claude 一样，就球就不见了这样子。好，不管，我们再回来这个 Gemini 写的，就他也还算符合规则啦，只是我觉得他在走这一段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粘在上面那种感觉，所以现在写的最好是 O1 欸，就是 O1 的球没有掉出去，而且他还在跑。会不会等一下这个 Gemini 的球也掉出去？我们就等着看。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做这些测试，你真的是不知道会发生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今天的重头戏，就是 DeepSeek R1 写出来的。那 DeepSeek 是唯一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我写了很多版，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就是少数几个可以用的。首先呢，这个是，这已经是 DeepSeek 写出来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动画。那先讲清楚呢，这个它是用网页版的 DeepSeek R1 做出来的，然后大家看到就是非常的奇怪，就是它的球基本上没有物理规则可言，它就是在那边漂浮，不知道飘到哪里去。好，它的球也掉出去了。那后来呢，我的同事跟我说，它的网页版可能有被阉割，就是它可能不是原本那个很强的 R1 模型，因为像刚才那个网站，大家看到 R1 写出来的这个动画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用网页版写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用的。然后后来呢，我就自己装到 Mac 上面又再写了一次，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看另外2个成果。OK， 这是 DeepSeek 做出来的第2个动画，也是非常奇怪。现在 DeepSeek 最正常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绿色三角形，然后一颗红球在里面晃的这个。对，它就是完全没有符合我的要求。再重申一次我给他们的题目都一模一样，就是刚才那一大串英文，我就是直接丢给他们，我完全没有改任何东西，然后它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国外刚开始测的时候都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好像变成阉割版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应该就是可以立刻看得出来到底是哪个模型比较强。对啊，为什么我做的测试会那么奇怪？就是现在看起来真的是O1 模型是最正常的耶，然后这个 Gemini 的也不错 ，Gemini 的还在跑，球没有掉。我们来给他们打个分数好了，就像上次那样子，来给大家打个分数。好，来评分一下吧。假设我们都1到5分好了。那 O1 的话，我会给他4分。其实 O1 应该5分才对，因为它是目前里面表现最好，就是它最符合我们的要求。它就是在三角形里面啊，然后它到现在都还在转，大家看，而且它的运动的这种
感觉都真的很符合现实世界。然后再来呢是 O3 Mini High，O3 Mini High 一开始表现真的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它是最真实的一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球掉出去了，为什么会掉出去啊？我真的无法理解。我们的规则里面明明就有说球要在三角形里面，再来给大家看一次规则，确保球体始终保持在旋转的三角形内部，它就是没有符合我们的规则啊。好，所以这个我要给它我觉得可能2分哦。因为它没有符合规则。再跟大家说一次，其实我在录这部影片之前，我真的以为 O3 是最强的。好，然后再来第3个 Clad 的部分，它的球就是不见了，而且是一开始就不见了，所以我会觉得它比 O3 还要更烂，大概1分吧。然后 Gemini 2.0，我觉得它也蛮符合我们的要求的，只是我觉得它有点粘在那个斜角上，有点奇怪。我会给它大概4分，就是如果相较于O1 的5分的话，我会给它4分。那最后一个，它怎么开始动啊？好奇怪哦！你们知道为什么它突然开始动了吗？为什么这个 DeepSeek R1 的它就自己开始动？但是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运动状态，它的运动状态并不是在物理世界，并不是在地球上面的物理世界那种感觉，它有点像是在太空，而且它也没有加速减速什么的，它就是一个动画，就是一个没有什么逻辑的动画。我觉得大概1分或1分吧，但是至少它的球有一直在三角形里面啊，所以就给它1分好了。这样会有点太严格，应该不会吧？它是完全没有物理或重力可言的，所以我觉得1分差不多。好，这是最终我们的第1题的评分，就是 O1 整个大胜出，它到现在还在转。O3 因为它球掉出去了，我必须只给它2分。对，然后 Clad 也是球掉出去。再来是好 Gemini 表现也还蛮不错的，有在努力哦，看得出来有在努力。但是 R1 就是跟刚才讲的，我觉得它好像不知道是有阉割还是怎样，就是我觉得我用的好像跟大家一开始测的不太一样。它球怎么也不见了？我真的每次打开这个视窗都有一些惊奇的事情发生欸，它的球为什么会不见啊？好啦，就1分啊，不管了，就1分。好，最终评分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到第2题咯，就是字母落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题目。好，那字母落题呢，我们要模拟的就是刚才这个示范网站上面显示的这种状态，就是它的字母会自由落体的落下，然后它会有不同的角度，那它就必须要呈现一个有物体的感觉，就是它每个字母都是一个物体，然后它可能会堆叠啊，然后可能会碰撞啊，然后可能会反弹啊什么的，然后就是看哪一个写出来的最符合物理世界。那我们的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必须要精准碰撞，然后有不同字体大小，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规则在这边。好，那我们操作的方式呢，一样就是我们把上面的这一串英文的指令直接把它贴到每一个 AI 里面。那我们就是稍微的来做样子，因为其实我这些测试都已经做好了，只是等一下呢就是跑 Python 给大家看。那一样呢，我们就是重新开一个视窗，然后使用这个 O3 Mini High。那 O3 Mini High 呢，据说之后也会发布一个就是 O3 完整的版本出来，所以到时候可能又会更强，就不晓得。那我们一样就是把它直接丢进去。那一样我们也会开一个新的视窗，就是测试 O1 的部分，就是一模一样的规则，直接把它丢进去。那 Clad 的部分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这样子直接丢。那 DeepSeek 的部分呢，就像刚才讲的，我就是会本定运作，就是直接在这个终端机里面直接把问题丢给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最后的成果呢，我们直接来测试一下吧，就是一样在终端机上面跑 Python。首先第一个要来看的是 O1 模型，O1 模型要来咯。OK， 这个是 O1。好，字母的自由落体。字母的自由落体，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看起来有点像是以前打那种小游戏啊，好像会出现的感觉，它就是慢慢落下，就是没有那种雨滴落下的感觉。它的重力不是地球的重力，是不是非常的奇怪呢？而且其实我有在这个要求里面有讲说，你的字母要有一点随机的角度，不可以是直的，但是它没有做到这一点。然后堆叠的情况看起来是还 OK， 要说有符合我们的规则吗？好像就是一半，大概有符合一半，因为它落下的状态很不像地球的重力。再来下一个呢，我们要来看 O3 模型，也就是 ChatGPT 最强最新的这个 Mini High 的模型要来咯，很不错，对不对？我觉得它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就它落下来真的是那种地球的重力感。而且它掉下来呢，就是会堆叠，而且它有符合我要的规则，就是每一个字母它都有自己的角度。它掉下来之后呢，它也会按照一般的那种物理堆叠的方法呢堆在一起，
我觉得效果是很不错的，而且大家看，就是它每一个字体大小都不一样，角度也都不一样，而且它会随着落下的那个角度也会有一点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是相当满意的。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我们要来看 Claude， 它落下的方法跟 O1 有一点像，对不对？但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看 Claude 它是有一个角度，就它每一个字都有一点角度，因为这是我要求的，而且它会随机旋转，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呢，它落到下面之后，它就不像一般的固体一样，它就是静在那边，它会在那边很奇怪的旋转，大家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效果也没有到很好。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看了3个 AI 写出来的。OK， 这个是 Gemini 的效果。Gemini 很奇怪，就是它有一个弹跳感，而且就蛮奇怪的，就是不是很自然。就有点像弹跳球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就是每个字母有一点不同的角度，它有点像弹珠的那种感觉，它会在那边推挤啊什么的。我会说它的效果没有到非常好，但是它落下来，你要说它有点像物理运动的那种落下来，好像也没有，它就很直直的落下来，不是很自然。效果没有到非常好。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也就是 DeepSeek R1 的部分。那 DeepSeek 一样呢，我就是做了很多次测试，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些满意的结果来跟大家分享。对，其他的模型都是写一次就 OK 了，但是 DeepSeek 就是效果没有到，没办法一次就成。对，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DeepSeek 写出来的，就是很像下雨的那种感觉，它就没有要堆积，它好像是把我的指令当成了一个游戏，然后分成不同的阶段，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明明就是要求它写一个 Python 的脚本。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第2次尝试写出来是什么样子。哦，这次就比较正常了。大家有看到吗？它弹上去什么意思？弹上去是什么意思？这个也不符合我们现实世界物理规则啊！它在那边弹跳是什么意思？这个效果非常的差，对，就是没有到很好啊。这边是怎样？这个 Gemini 的是已经疯掉了，是不是？好，大家看一下这2个成果，我就要把它关起来，不然这样子好乱。全部一起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好，把它关起来，我们要来评分了。字母落体 O1 的话，记得它就是慢慢落下，然后它没有角度，就是它的字母没有角度，然后堆积的时候也有一点不自然，所以我会给它大概2分或3分吧，2.5。那个 Mini High 它的效果是最好的，我会给它5分。那 Claude 的部分，我记得它跟 O1 的效果差不多，只是它有角度，就是它有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会给它可能3分吧，因为它的落下来的那种感觉也不是说非常的自然。那再来第4位呢，这个 Gemini 2.0， 我记得它是会弹跳嘛，有点像弹珠在那边闪来闪去，我觉得效果没有到非常好，可能2.5。那最后一个 R1 呢，我觉得效果真的没有到很好就是在那边一直乱弹是什么意思？它完全没有符合就是现实的物理规则，我会给它2分，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呢来算一下总分吧。好，那很快的我们就得到了今天的冠军，就是 ChatGPT 的 O1 得到了总分7.5，然后第2名呢也是 ChatGPT， 就是 O3 模型，它得到了7分。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那个球跑出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再来第3名是 Gemini 2.0，因为 Gemini 是今天才推出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酝酿了很久，然后推出了这个新的模型，效果也是算是 OK， 算是蛮不错。再来是第4名是 Claude， 那 Claude 这个模型其实已经在那边很久了，它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所以不知道最近他们会不会也有所动作，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Claude 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用途并不会用到这么深入，就是我不会写一些数学啊或者什么写程式的难题，那我主要呢就是日常可能就是打文字啊，然后想一些解决方案或者是人际处理关系之类的。那其实这些对这种大型语言模型来说，可能都是比较表层的应用吧，就是并不是非常深入，也不用耗很多能的那种功能。那我自己觉得文字处理上面 Claude 真的是很好用。那今天的最后一名就是 DeepSeek R1， 那就像我刚才说，我觉得它有可能就是有动了一些手脚，导致我没有办法测到最强的那个模型，我不太确定为什么。而且我看网络上面大家在第一时间实测的也是能力是差不多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测出来是这个样子，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你测下来实际的成果是怎么样。但是我真的就是装了他们的软体，或者是我在他们的网站直接问，都是这个结果，
所以你们也可以分享你们自己实际使用的心得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 Deep Research 的功能，也就是 ChatGPT 最新推出的那个深度研究的功能。那要怎么使用呢？就是我们在新的视窗这边就有一个按钮，那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必须要是订阅 Pro 的使用者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强大了，它基本上就是直接帮你做研究，然后帮你写一份非常非常详细的报告。其实对我这种轻度使用者来说，就是有点大材小用啦。这样子的用法其实是非常的暴力的使用的方法哦，就是你今天想要偷懒，然后找一个捷径，你就可以直接问他哦，比特币的分析报告，你想要投资什么东西，你就是直接问他就对了，他就会给你一份超级详细的报告。那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就是在使用它的时候，它会出现怎样的处理界面。那这边呢，其实你可以选模型，看你要用4O 可能会比较快，或者是你要用最新的 O3 Mini High 也是可以。在这边，然后按 Deep Research。那一开始呢，他会先问你说你的报告想要包含哪些部分，但是我自己每次问他，我都会觉得他写出来的我都想知道啊，所以我就跟他说全部。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就是他在收集资料的那个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对，他现在就在做报告，然后他做报告的时候呢，他右边就会开始收集资料，就是他右边这边呢，他会把他的思考的路径，还有他读了哪些网站，全部都写在这边。然后呢，他的那个连接真的是多到不行，就是他基本上真的是非常的深入的在找网络上面的资料。然后你就可以来这边看一下到底看了哪些网站，它基本上呢每写1-2句话就会引用一个网站，所以如果你想要确认他写的到底是哪里来的，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而且呢，现在也进到了另外一个怎么讲一个阶段，就是你不知道他写的到底是不是对的，对不对？你今天用它来做研究、做报告什么这么深度的东西，你真的能够100%保证它写的是对的吗？就是没有办法啊。所以就是大家在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也就是当参考就好。然后呢，这一份报告产出的时间大约要5到7分钟，5到7分钟其实算是已经非常快了。想想我们平常在收集资料的时候要花多少时间，我们等于是在花钱买效率。如果你用这样子去想的话，其实这个 Pro 订阅，然后花$200下去是非常的划算。而且今天还有个贴文，就是有一个美国的网友，他就跟那个 ChatGPT 的 CEO 说，他愿意花$2000去换10倍的这个 Deep Research 的用量，可见他有多喜欢这个功能。那目前呢，我的同事用到现在，他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功能，他觉得这个功能比之前像 Gemini 那些的 Deep Research 功能都要好太多了。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试看看，你有在研究东西的话，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用看看。我觉得在现在 AI 这个爆炸时期呢，多投资一点东西进来，然后赶快搭上这个顺风车会比较重要，因为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可以为你带来更多的效益，甚至是金钱。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是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今天的结论呢，就是像这个评分表一样，还是 ChatGPT 比较强，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O1还好一些。当然我觉得这可能只是单一误差，如果我们多做几个测试的话，可能 O3还是比较强啦，我自己是这样子觉得。因为今天时间不够的关系呢，只能先用这个当做今天的结论咯。那如果大家有使用出什么样的心得，也欢迎在下方跟我一起分享。我觉得今天这个测试还蛮好玩的，希望以后可以多做一些。而且我觉得利用这个 AI 写出程式，然后模拟现实世界的物理运作，我觉得这种方法是非常直观，可以判断出它写出来的东西品质到底好不好。以后我们应该也会延续这个传统。那如果你们有怎样其他的意见啊，你们觉得怎样做这种测试对你们来说会比较直观，也欢迎在下方跟我一起建议哦。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